大家好，我是大伟。油尽灯枯这个词啊，大家都听过，就是说这个油啊用完了，灯啊自然而然就灭了。为什么今天要拿这个词做开头呢？因为我们用它来比喻我们人身体上面的气啊，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这个气如果越足，就说明这个人啊，这个精神状态啊、神采啊、身体的体质、身体的素质啊就越好。那么气越不足，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啊，不仅说话没有力气，而且呢，这个身体啊，经常容易病殃殃的啊，容易生病。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讲气。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身边啊有一个82岁的老大爷。这个老大爷呢，日常当中啊就练一套功法，这套功法是他家传下来的一套非常好的啊养气提气的好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呢，他每天就坚持练，一练啊就练了大概有30多年，而且呢身体是非常的好。你问他现在身体上面有什么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也不怎么生病。用我们刚才的词来形容啊，就是气足人健康。所以呢，今天我要把这位82岁老大爷经常练习的一套动作啊教给大家，让大家锻炼筋骨的同时啊，补身体当中的气，让气变得更足，体质啊变得更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咱们这个动作呢，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叫做抖气功。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我们做的时候啊，这个脚的站立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前脚点地，后脚啊腿微屈。臀部啊往后下方压啊，重心放在我们的后腿啊，就这样。小腹啊微收，你看这个肚子啊，它有一个往内收的一个状态啊。前脚点地，手呢是怎么放呢？手是双手啊，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左边前脚点地了，那我就左手啊在前啊，身子啊是微微偏向我们的右侧的啊。大家看，这个是起始的姿势。好，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个姿势呢？大家一会儿看就知道了啊。我们把这个姿势摆好了以后啊，目视前方，然后看吐气的时候转身，腿啊伸直啊，然后1抖过来，手伸前面，看2，换个角度啊，3啊，这个做的比较慢，4、5、6。用动作的精髓是在于什么呢？看。往后速度是快的啊，就是旋转的时候是快的，这是我们吐气的动作。下沉的时候是慢的，上下上下啊。这个动作啊，其实很多老师啊就能看出里面的一个门道。为什么呢？它通过一个旋转啊，再通过我们吐气的配合，它去抖通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经络，促进啊整个气血循环。同时大家注意看啊。我们这个动作要求是什么？核心收紧啊，小腹收紧，重心压在我们后面的这条腿上面。你看，它有一个抬腿转胯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几乎把我们的全身啊都练了。马上呢，给大家演示一下配合呼吸的做法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脚啊姿势摆好啊，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姿势摆好，看好啊。来吐气，慢，慢。慢，身子压下去，慢，慢，打出去的时候，你看这个手啊，它有一个什么呢？手腕要回折啊，要回折，往回折，这样呢是拉我们的整个筋啊，手臂的筋，看，越打它这个动作啊，会跨度会越大。比如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只能打到这儿，算我的极限了。随着我几次练习下来以后啊，它这个动作幅度会越来越大，这代表什么？我身上的经络啊，慢慢就给打开了，气血啊流畅的这个幅度啊加大了啊。大家配合这个吐气声音，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左边做了一个20次到30次，你感觉左半边啊非常的舒服，但是我们就要把这个动作再把右边做一下啊。比如说刚才我左腿在前，现在呢，我要把我的右腿啊放在我们的前面。手呢是右手在前啊，小腹内收，身子啊往我们的左后方的腿啊沉啊，大家看一下啊，把这个姿势摆好。好，然后呢，我们开来，啊。做了几下，其实我都不想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身上的筋结啊，一点点的在打开，我们经络啊也越来越通畅。
做起来的感觉啊是非常舒畅的，全身上下包括腿部啊都会给你这个传出这种很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每天呢左腿你去做一个20下到30下，右腿啊你去做个20下到30下为一组，每天啊练上一个2到3组，做完以后啊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坚持练下去。我相信大家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的气啊会越来越足，身体的状态啊、素质啊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记得给视频下方点个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啊！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一波。我是大伟，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帮我们把我们上身的经络全部打开，运行咱们的气血，让我们的这个肩颈啊、后背啊得到充分的肌肉强化，还可以有效的打开我们的胸腔，让我们的体型体态变得更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这个动作其实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难度不算太高。让我们来一个一个解析一下。首先啊，我用我的大拇指啊，去给大家去演示大拇指旋转的方向呢，让大家可以很好的看清楚。那我们首先啊，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去做一个什么样呢？看，往上看，大拇指啊，这个手臂啊往内旋。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握拳啊，或者手放松，去往外打开都可以。所以但是我用大拇指演示啊，这样，头往上看，这是一个动作的样子。那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哪几点呢？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在弯腰的时候啊，手要往后伸，尽可能往后伸，手臂要尽量打直，然后呢，头尽量往上看。就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脊柱啊是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刺激。然后呢，我们这个手往内旋的时候，肩胛骨啊，你看肩胛骨要往后夹紧啊，夹紧啊，往上，好，保持一会儿，大概在2秒钟左右。好，1啊，这个是第一下。好，我们做个完整的啊，来，1，好，起身抬头，好，再来第二个，2，起身抬头，好，再来第三个，3，好，起身。抬头，这个动作啊看似简单，但是一定要注意，咱们往下弯的时候啊，这个腰背千万不要弓啊，往下弯的时候千万不要出现这样啊，这个腰你看弓起来了，背也弓起来了，头你再怎么抬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腰啊要给它尽量保持直立啊，像个小铁板一样直立啊，往下，好，上1下，好，注意这个腰啊，2，好，来。3，好，我们10下为一组，每天啊可以做一个2到3组。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后背啊这一块，整个后背，包括你整个肩膀，都会处于一种很酸、很舒服的感觉。那如果你感觉你的上肢啊经脉比较堵啊，有一些手麻、手寒，或者说你颈椎、肩颈都不太好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啊作为一个很好的锻炼动作去选择啊，每天就做一做。但是细节上面一定要做好。第一个是腰背要绷紧，第二个手尽量打直，往后往内啊，看好啊，往后往内啊，进行一个旋转，这样啊，这2个灵魂的细节要注意好。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抬头啊，做的时候这个头啊往上去抬。好，那我们把这个动作大家可以自己去练一练，然后把这个动作刚开始练的时候，可以自己把这些细节上面去修正。当你的肌肉形成记忆以后每次做起来以后啊，都会非常的好。那最后一个动作啊，它是作为一个舒展上面没有太多的细节，它只是作为一个我们啊做完肌肉的紧绷后一个放松、一个拉伸来使用的啊，让我们完整的就是一下一上算一个啊，我们每天做10个就行了。那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中老年朋友们啊，然后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打开上身的一些经络，非常好。那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是大伟，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12式，里面每个动作啊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坚持练下去啊，内外兼修，身体里面的杂质越来越少，自己在家也能解决自己身上的小问题。咱们今天啊给大家来讲一个道家的百步通络法。我们说到经络啊，可能很多人啊不太理解，其实我们身上的经络呢，它就是和我们的皮肤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朋友啊，你看年轻的时候或者小婴儿的时候，我们的
的皮肤啊是非常的嫩，这代表着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啊，是身体里面的经络啊，一般来说是通畅的。所以你看啊，很多小孩子啊或者青壮年啊，他们的身体啊素质啊都会非常的好。但是随着我们的年纪变大啊，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了以后，我们的经络啊也会不如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身体里面啊出现了各种各样难缠的一些慢性的小问题，比如说今天这儿疼啊，明天那儿疼啊，或者呢就感觉浑身乏力没有劲啊，甚至手冷脚冷冰凉啊，这些啊其实都是经络不通的一个表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道家的百步通络法，就是越走让你的经络啊就越通畅。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希望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并且呢每天啊都跟我练一下。好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百步通络法啊非常的简单。我们首先啊就是让我们的脚啊保持一个一字形。什么叫一字形呢？你看，用我们的脚的一个前方啊抵住我们脚的一个脚后跟啊，就这样。那它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呢，这个脚啊就是在一条直线上面。然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把这个底下的动作摆好以后，我们的双手啊要保持一个直立，手伸直，手掌往上折叠，五指啊保持一个并拢的状态啊，保持好。保持好以后，你会发现啊，单单就保持这个姿势啊，很多朋友啊就是平衡能力不好的就开始左右摇摆。那我们在这里再教大家一个小秘诀，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要把气沉丹田核心啊，我们的丹田啊往内微微收紧，调匀你的呼吸啊，把心静下来。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啊，整个人啊稳住了。那么稳住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不要着急，我们就要保持这个姿势啊，往前走一条直线。为什么叫百步通络法呢？就是说我们最好啊能走上100步每天啊。你看，保持好一个直线以后，先把身体稳住。好，来1、2、3，在我们做的时候啊，目视前方，脚下的感觉就是说，每往前走一步啊，你要有一个脚尖顶着我们脚后跟的感觉啊。来4。好，5、6我们再往回走一下啊，继续走。这个动作啊是非常考验我们整体的一个经络的一个舒展度的而且对于我们整个平衡能力啊，它要求非常的高在做的时候，你只有始终保持我们核心我们的小腹丹田收紧了以后，你走这个姿势才会感觉越走越轻松。所以很多朋友他跟着我练这个姿势就是练了后面就感觉越来越轻松，而且越练越舒畅，就是因为练到后面以后我们的丹田会聚气了。那刚开始很多朋友不会，但是练着练着，他本能的他就有一股气往内收的感觉，再走这个姿势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坚持每天去走一走。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12式百步通络法，这个视频值得你收藏。好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12式。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腿脚不太好，走路腿脚如灌铅，而且呢腿脚经络打不开，气血流通不顺畅。有些朋友甚至每天这个脚部经常容易发肿。那么我们要知道腿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对于健康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年龄越大的人越能体会到。一开始他就感觉这个腿脚不好最多就是说自己的气血不通畅忍忍也能过去。但是随着年龄变大，会发现当自己走路变得困难，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腿脚真的是自己的尊严因为你不想办什么事都求着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说，这个腿部占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肌肉总量60%。当这60%都出了问题，也就是意味着你的身体的整个经络和气血它的这个循环都被打乱了。所以呢，想要让你的腿脚变好，一定要练道家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正腿功。这个正腿功无论你年纪大小都可以练，而且它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腿上面的经络。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气血流通这个腿部的经络完全打开，非常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马上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这个正腿功并不难，但是它对里面的细节和节奏要求会比较的高。那么首先我先做一个半套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注意看我的脚微微踮起，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个什么呢？弹，看往上弹。大家看这个动作有几个地方发力。第一个呢，很多人认为我这个弹起来是靠我的胯部去做了一个屈髋，这样去抬
啊，这样去抬其实是非常费力的。我们正腿功要正的是哪里啊？并不是胯啊，我们要练的是整个腿部的一个经络。怎么去打开？就是通过这个力量的来回的一个震，把腿啊经络给打开，把气血给打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是髋部发1分力，然后呢，整个其他的9分力啊是靠我们小腿这里发起来的啊。小腿怎么发呢？脚尖微微踮起，这个时候你注意看啊，一个快速的抬脚，你看。啊，快速的这个脚尖下压，这个腿啊就抬起来了，它是一个反作用力啊。我的胯部啊其实并没有发多少的力，可以说几乎没怎么发力啊，完全是靠小腿的力量啊，把整个这个腿啊抬起来了。我们这套正腿功就是建立在刚刚这套动作的基础之上。那么现在我做一个完整的给大家看，手呢要往前放，大约放在我们的膝盖的正上方，同时呢这个高度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说，我们腿往上抬，上面放一个拳头，在上面把手掌放上去。那么这个高度呢，一般来说是一个标准高度。当然每个人小腿的力量不一样，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或者适当的提高一点啊。我这里呢把它稍微提高一点以后，我们来开始。大家注意看，啊，我腿在往上提的时候，这个手啊往下一压，再提，再压，再提，再压啊，它碰到你的手，手就要给它一个反馈的力啊。这个时候呢，你们在做的时候注意看你的这个肉的抖动啊，大家看上来，然后下去的时候，它这个肉啊会有一个抖动，这个抖动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你力量当中的一个对抗，力量的一个传导。也就是说，我们在往上的时候，这个力量会震动着啊，你看往上去行。当我手给它一个往下的一个下击力的时候，虽然只是点了一下，但这个下击力会把这个力量给打散，然后力量再往下走，而所行使的位置啊，就是我们气血和我们经络的一个方向。它会通过这个动作快速的打开我们的经络，疏通我们的气血，同时这个动作对于锻炼我们的身体活气血啊是非常好的。再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遍啊，大家看，再把动作做起来，快速的。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做的时候啊，腹部微收啊，身体往后拉一点啊，你不能说是正着这样做，那腿颠不起来，身体一定要往后倾一点，就这样去做啊，非常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去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自己感觉小腿发酸了，额头上面微微出汗了就停止，然后重复的去做啊，做上一个2到3组。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腿部啊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啊。这个动作你一定要多练习。刚开始啊，你掌控肯定是比较难的。当你经常练习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啊变得是越来越如意。好了，今天这个正腿功啊就分享到这里的是道家非常好的一套动作，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听过50肩这个词，为什么前面要加个50呢？因为有很多人到了50岁啊前后左右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肩膀上面，一抬起来里面咯噔咯噔响，这个肩膀的活动范围啊大大的受限。同时啊，这个天气突然的变化，刮风下雨天，里面就开始酸溜溜的。那么今天呢，我教你一个拿手的一个绝活。这个绝活啊叫做肩5点，准确来说是3点加2条大筋。你跟着我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甭管这个肩膀里面是不是咯噔咯噔的，或者活动起来啊，这个活动受限，你跟着我做完一边，挑选你左边或者右边重的这一侧，跟着我做一下。做完以后，咱们自己感受一下，感受完就有答案，好不好？这个呢，我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收藏下来以后呢，就能够反复的观看，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一定要记住啊。同时，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动作。那么肩3点呢，其实非常好找，也非常好记。我们只需要记住3个点，哪3个点啊？你看，把我们的5指张开，然后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看到没有？放上去以后，首先我们记住第一个就是我们小拇指的这个点。小拇指这里，你看画一条横线过来，这么一画一条横线，手这么一放，小拇指这里画一个横线。我们一般是取中间的一点。中间的一点，我们前后动一动，拨一拨。那么在前后拨一拨的时候，你会发现底下跳出来一条大筋，大家跟着我慢慢去做。
找到这条大筋以后，哎，咱们怎么样？慢慢的把力量增加进去，先是轻轻的拨，找到这个大筋了，有些酸溜溜的，然后再把这个力量渗透下去。渗透下去以后，哎，再慢慢的前后拨，自己感受一下，越来越重，越来越酸，哎，就这种感觉，我们去坚持多少秒？15秒钟，自己数15秒钟，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就这样前后拨一拨，感受一下，有了这种酸溜溜的感觉，坚持15秒钟以后啊，我们就把手怎么样？做完了，把手抬一抬，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手抬起来的时候变轻了，感觉这个大石头一下子给卸掉了一半。但这个还没结束啊，你记住，肩膀上面3个点是一个点管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找到一个点以后，我们再来找第2个点。第2个点在哪里呢？从侧面看啊，侧面看，手这么一放，记住我们食指的位置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手掌扎开，它都是等身寸的，所以都一样啊。记住食指的位置，你这么上下拨，食指上下拨，感受一下。你再看我衣服的褶皱，食指的位置上面这个地方，你看是没有这个印的，没有小凹坑的这个地方啊，食指的原来位置，再往下面一摸，你看到没有？衣服是陷进去的，它是有个小凹坑的，我们就把这个手是抠着这个小凹坑的里面，这个地方食指的位置，它就像一个房梁一样，一个房檐，我们手这么一抠，抠进去啊，就这么样一抠进去，抠进去以后，手臂上下动一动，前后动一动，不用管，我们只需要把手这样抠住它，啊，这样把它抠住，前后动一动，左右动一动，随便怎么动都可以啊，自由活动15秒钟，手只要抠进去就行啊，抠进去，自由活动15秒钟。活动完了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我们把手再松开，再活动一下，又轻了，这个石头又给卸掉了一大半，是不是感觉这个肩膀变轻了？有的朋友一活动，哎，发现原来咯噔咯噔响了，它不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2个点你找对了。咱们说肩膀上面3个点，每个点都会给你一个答案，是不是拿到结果以后自己就有信心？咱们再看第3个点，手这么一张，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看好，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咱们绕圈啊，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准确来讲的话，你点的位置是位于我们肩胛骨。哎，你没听错，肩胛骨是在后侧，对不对？怎么会在前侧呢？因为肩胛骨它有一个嘴巴叫做会突，尖尖的一个小圆头渗透出来，这个就是会突啊。你看手这么一放，大拇指绕一绕，慢慢的绕啊。如果说你没摸到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有的人不太明显，他摸不到，摸不到你就这样画圈。就这样画圈，摸得到的你就顺着这个会突啊，会是什么？鸟的嘴巴啄啊，凸起的嘴巴，就这样去摸，就这样感受15秒钟啊，把这个点给它松开来，松开来以后，哎，你再活动活动，这个肩膀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咱们有很多人啊会感觉在触及的地方有一些大筋，像条索一样的硬邦邦的，为什么？你记住啊，通则怎么样？不通则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这3个点把它怎么样打开了以后，还有2根筋，咱们一定要记住啊。肩3点，再看一下啊，你看小拇指、食指、大拇指就是这3个点，然后再看2条大筋，更简单了啊。手放在我们头后，这个时候你这么一抓，这个地方这是胸大肌的筋啊，胸大肌的筋。拉着它上下波动啊，男女同志都可以去做啊，都可以去做，就这么上下去拉，拉多少下，就像拉这个小门铃一样去拉，拉多少下呢？你去拉一个10下、20下都行，捏住它，把它捏紧了，哎呀，一摸酸溜溜的。好，这个地方我们不多说，还有一个点是在哪里？这个点要重点讲一讲，是位于我们的后侧，你看。有的朋友手这么一绕过来，他能抓住这里有根筋，自己去抓，这是哪里？这是位于我们的背阔肌。那么大拇指点的地方呢，它是我们的肩胛下肌啊。为什么呢？你看啊，手这么一抬，肩胛骨展出来了，你们顺着腋下往里面去推，会推到一个硬硬的啊，手这么一放，它就滑过去了，就推不到了。手一展开，你就能推到一个硬硬的。啊，就是这个硬硬的点，你如果说包不住这根筋，你就拿你的4个手指戳进去，这么转，啊，转这个硬硬的点。你如果能包得到，你就把手这么包住啊，把这个大拇指往里面使劲的怼进去转啊，这么一包怼进去，这么你看大拇指在里面就这么转，
转上多少秒？依然是20秒钟，包不住的就4个手指这么转，一样的啊，一样的。把这2条大筋松开，3个点打开，你再活动一下，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能够从视频前做到现在，你是能体会到这种感觉的。好了，讲到这里啊，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这个方法好不好，咱们心里面都有答案。有了这个答案以后怎么办呢？你帮我做一件事，把咱们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同时有用的打上有用2个字，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小小的赞。同时自己身边啊，如果有一些朋友这个肩膀啊不怎么好的，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其他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